命运从来不是某一天突然翻页，它更像是一条缓慢移动的河流，而你内在的频率决定了水流的方向。很多时候，你以为改变需要一个巨大的机会，一笔突如其来的金钱，或一段戏剧性的转折，但真正改写命运的，往往是那些没有人看见的内在震动。你每天醒来时对自己的评价，你面对困难时选择的解读，你在夜里反复思索的那几句话，这些看似微小的念头，正在塑造你的频率。而频率是一种长期的倾向。心理学里有个概念叫情绪基调，它不是瞬间的喜怒哀乐，而是你习惯停留的情绪状态。有人长期活在焦虑里，有人习惯抱怨，有人总是预设最坏的结果。当一种情绪被反复体验，神经回路会变得熟悉，大脑会优先选择那条路，于是生活的画面不知不觉开始配合这种基调。如果你长期觉得自己不被支持，你会更容易看见冷漠。如果你长期相信世界充满敌意，你会更敏感于拒绝。这不是宇宙偏心，而是你的内在在筛选。你内在的频率正在悄悄改写你的命运，不是透过奇迹，而是透过选择。当你开始练习感恩，哪怕只是每天3件小事，你的大脑会逐渐强化对拥有的觉察。当你练习自我肯定，哪怕只是一句温柔的话，你的神经系统会慢慢松动。当你学会在挫折中找意义，而不是找证据证明自己不够好，你的频率就已经在调整。外在看起来也许还没变，但河流已经转向。你不需要急着看见结果，频率的改变往往是先在内在安静发生，像是种子在土壤里发芽，没有掌声，没有烟火，却在暗处生长。某一天，你回头看，才会发现自己的选择不一样了，身边的人不同了，机会出现的节奏也不同了。那不是偶然，那是你长期调整频率的累积。命运不是被某个瞬间决定，而是被无数个内在片刻塑形。所以请温柔地对待自己的每一个念头，因为你正在反复播放的情绪，就是你未来生活的底色。当你愿意把频率调向信任，调向丰盛，调向爱与可能，命运会在不知不觉间开始回应那样的你。如果有一套看不见的导航系统正在替你决定方向，你会希望它输入的是什么？很多人以为人生的走向取决于环境、机会、背景，却忽略了一个更深层的设定：信念。信念不是口号，不是表面说出口的话，而是你在关键时刻自动浮现的念头。当机会来临时，你心里第一个声音是什么？当关系出现裂痕时，你直觉怎么解读？当金钱流动不顺时，你是否立刻联想到匮乏与失败？那些瞬间的判断，来自你长期储存在潜意识里的信念，而宇宙回应的，往往不是你表面上的愿望，而是你真正相信的版本。大脑有一个机制，会根据既有信念筛选资讯。如果你深信我总是差一点，即使成功的证据出现，你也会选择忽略。如果你深信爱会离开，再多温柔靠近，你仍然保持距离。信念就像导航设定的目的地，
即使途中绕了路，即使暂时停下来，最终仍会朝那个方向靠近。你可能会抱怨，为什么总是遇见类似的困境？但其实是导航一直指向熟悉的坐标。改变命运，不是强迫自己走得更快，而是重新输入目的地。当你开始质疑旧有的信念，例如成功一定很辛苦，我不适合被爱，有钱人都很冷漠，你的导航就出现了新的选项。心理学称这种过程为认知重建。当你反复练习新的诠释方式，神经连结会逐渐转换，旧的自我叙事松动，新的路线生成。这并不是自我催眠，而是有意识地调整内在设定。当你真正相信自己值得顺利，你会更愿意尝试。当你真正相信世界愿意支持你，你会更愿意合作。当你真正相信爱可以稳定存在，你会更愿意敞开。信念不会立即带来烟火般的奇迹，它更像是一个无声的指引，在无数个选择里轻轻推你一把。宇宙从不偏心，它只是忠实回应你的设定。如果导航输入的是恐惧，路线会充满防备；如果导航输入的是信任，路线会逐渐开阔。所以，请温柔地检视你心中的地图。你真正相信的是什么？因为那份相信正在默默为你标记下一个转弯。而你其实一直握着方向盘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有些日子一开始就显得沉重，还没有真正发生什么事，心里却先下了结论。好像今天不会太顺利，好像别人不会理解你，好像努力也未必有用。于是整天的节奏真的就那样展开。我们常以为是事件决定了感受，但更多时候是感受在牵引事件。情绪不是被动的回应，而是一种主动的预测。当你长期处在某种感受里，大脑会开始为那种状态做准备。如果你习惯焦虑，身体会维持警戒，思绪会倾向搜寻风险。如果你习惯期待，视野会打开，机会更容易被辨识。神经科学告诉我们，情绪会影响决策，决策改变行动，行动累积结果。于是明天的样子，其实早已在今天的感受里埋下种子。这并不是要你假装快乐。真正有力量的，不是压抑负面情绪，而是有意识的选择停留在哪里。当失败发生，你可以感到失落，但不必把自己定义为失败者。当关系受伤，你可以难过，但不必认定爱总会离开。情绪是一种能量，它会流动。如果你允许它经过，而不是让它定居，明天就不会被昨天绑住。很多人把焦点放在未来，焦急地思考如何改变命运，却忽略了此刻的感受才是真正的起点。当你今天选择一点点信任，即使还看不见证据，你已经在为明天铺设新的路径。当你今天选择感恩，哪怕一件小事，神经系统会记住那份稳定。当你今天选择对自己温柔，明天的自我对话就会不同。实相不是突然成型的，它是无数次情绪选择的堆叠。你现在的感受像是调色盘里的颜料，你反复使用哪种颜色，画布就会偏向哪种色调。这不是命定，而是创造。所以请留意，你今天在心里停留的是什么？不是为了责怪自己，而是为了拿回主导权。因为明天从来不是凭空出现，它正在此刻的感受里慢慢成型。怀疑有时候看起来很理性，你告诉自己多想一点比较安全，多退一步比较保险，不要太早相信
免得失望。于是你学会观望，机会来了，先怀疑自己行不行；爱靠近了，先怀疑对方会不会离开；好事发生了，先怀疑是不是短暂。久而久之，怀疑变成一种习惯性的姿态。但你没有发现，每一次怀疑都在拆解一部分可能。大脑有一种倾向，会优先保护既有的安全区。当你对新的信念产生怀疑，神经系统就会退回熟悉的模式。那条旧路虽然不一定通往理想，却因为熟悉而显得安心。于是你总是在差一点的地方停下，不是能力不足，而是信念松动。信念其实像蓝图，当建筑师拿着蓝图，每一根钢筋，每一面墙都会依照那份设计去排列。如果蓝图模糊，施工就会迟疑；如果蓝图反复更改，结构就会不稳。当你停止怀疑，不是变得盲目，而是让内在的设计图稳定下来。你对自己说：是的，我可以。不是呐喊，而是平静的确认。那份确认会改变你的语气。你提出想法时不再缩小音量，你面对挑战时不再先预设失败，你在关系里不再急着自保。信念一旦稳定，行动就会一致。行动一致，结果自然成型。很多人等待外在证据才愿意相信，但真正的顺序往往相反。当你先选择相信，世界才有机会配合。不是因为宇宙偏爱自信的人，而是因为稳定的信念会让你的决策更清晰。清晰的决策减少反复与犹豫，犹豫减少，路就笔直。停止怀疑，不是否认风险，而是不再让恐惧主导蓝图。你仍然可以谨慎，但不再退缩。你仍然可以评估，但不再自我否定。当你把能量从质疑自己转向支持自己，内在的设计图就完成了。那一刻，信念不再只是想法，它开始成为现实的结构，而你终于走在自己亲手画出的蓝图上。情绪其实很诚实，它不会因为你假装看不见就自动消失，它会停留，会扩散，会在你没有察觉的时候替你选择方向。很多人以为人生是由重大决定组成的，其实更多时候是由反复出现的情绪堆叠而成。你习惯停留在哪一种感受里，生活就会长成那个模样。如果你长期专注于不公平，大脑会变得敏锐，不断捕捉对你不利的细节。如果你习惯盯着匮乏，你会更容易看见不足，而忽略已经拥有的部分。这不是世界真的变得更苛刻，而是你的注意力放大了某一种频率。神经科学有一个现象，叫做经验依赖性可塑性。意思是，大脑会依据你反复关注的内容，重新调整连结。你越专注某种情绪，那条神经路径就越稳固。久而久之，那种感受就变成你的预设模式。你开始自动地解读事件，自动地做出反应，自动地吸引相似的情境。于是生活的样子看起来像命运，其实是情绪被放大的结果。这并不是责怪，而是提醒你，专注是一种力量。当你可以把注意力移向感恩，哪怕只是每天一件小事，大脑会开始搜寻更多值得珍惜的画面。当你选择停留在信任，而不是预设背叛，关系的氛围就会改变。当你练习欣赏自己的努力，而不是反复检讨缺点，自我价值会慢慢稳定。情绪就像扩音器，你给它什么，它就放大什么。你给它焦虑，
它会放大不安；你给它希望，它会放大可能。生活并不是瞬间被创造的，它是你每天情绪选择的总和。也许此刻还有困难，也许某些挑战仍在，但你可以决定在这些经验里专注于什么。不是否认问题，而是选择把能量放在建设。当你开始有意识地选择情绪，生活会慢慢回应。不是因为奇迹降临，而是因为你的内在方向改变了。你所专注的情绪正在悄悄放大，而它终将成为你生活的样子。未来从来不是沉默的，它其实一直在回应，只是你未必听见。你现在的信念正在替明天说话。也许你没有刻意宣告，但你每天对自己的看法就是一种无声的发言。当你在心里说我可能做不到，那句话会在行动前先落地。当你在心里说我值得更好，那份确信会改变你的步伐。信念是一种内在语言，它不需要被说出口，却会影响你如何回应世界。神经科学告诉我们，大脑会依据长期信念预测未来。它会帮你做出看似理性的选择，却默默维持熟悉的结果。如果你深信自己不够好，你可能在机会面前退让；如果你相信爱终究会离开，你可能在亲密时保持距离。这些行为不是偶然，它们都是信念的延伸。信念就像一段持续播放的背景音，你未必专心听，却一直受它影响。当你开始留意这段背景音，你会发现它其实可以被调整。不是靠强迫说服自己，而是透过新的经验慢慢改写。当你愿意尝试一次不同的选择，即使只是微小的一步，大脑就会收到新的讯号。原来还有别的可能。那一刻，未来的语气开始改变。你现在的信念正在替你预演明天。如果你长期专注于匮乏，未来会带着防备；如果你练习信任与成长，未来会带着开放。这不是迷信，而是一种累积。信念改变决策，决策改变方向，方向决定抵达的风景。也许此刻的你还在犹豫，还在自我质疑，那没有关系。重要的是，你愿不愿意开始为自己发出新的声音，哪怕只是一句“我可以慢慢变好”，哪怕只是一个念头，也许事情会顺利。这些微小的信念都在为未来铺设语调。未来不是等待你准备好才到来，它一直在听。而你现在选择相信什么，就等于替它写下第一句台词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